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点不一样的，带大家用真正投资人的视角，学会用一个超简单的5点清单，快速看懂任何一家公司的体质到底好不好。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？打开一份财务报表，哇，数字密密麻麻，看得头都痛了，根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。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里面看出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我们投资啊？但如果我跟你说，那些顶尖的投资人根本就不是这样一行一行傻傻的看的，你会不会很惊讶？没错，他们其实有一套秘密武器，一个目标超明确的检查清单。今天我们就来把它学起来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路线图长这样，我们会先建立投资人的视角，然后一步一步拆解这5个最重要的检查点：现金、经营效率、真实的获利能力，最后才是公司的财务结构跟还钱的能力。学会之后啊，你也能打造自己的财务仪表板哦。好，第一站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观念，这真的很重要，就是顺序。你没听错，看的顺序决定了一切。很多人分析财报都抓错重点，但真正的投资人知道顺序对了，事情就简单了。来，这条黄金法则你一定要记下来。投资人看事情是有优先顺序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家公司现金满满，生意做得下下叫，而且还真的有在赚钱，那后面那些什么财务结构欠了多少钱是不是就相对没那么可怕了？好，第一关最重要的就是检查现金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比气长的比赛，看谁气长。一家公司口袋里现金够不够深，决定了它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能不能活下来。那这个测试其实很简单，就3招。第一，我们先看几个关键的现金流量比率，看看钱流进来的速度够不够快。第二，我们看看他手上的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高不高，这就像是你的紧急预备金。最后就是收款速度啦，东西卖出去了，钱到底多快能回到口袋？我们直接拿护国神山台积电来当例子，你看前面2项完美过关，而且你看这个收款速度竟然比同业平均快了1倍以上，这超猛的。所以你看，光是现金这一关，他就拿下了95分的高分，这就叫健康。好，现金满分，那光有钱就够了吗？当然不够。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用钱的效率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的第2关，经营效率。这个我最喜欢用餐厅的翻桌率来比喻了。你想想看，一家餐厅翻桌率越高，是不是代表生意越好？公司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那要怎么衡量这个效率呢？我们看的就是所谓的生意完整周期。白话文就是一件商品从进货躺在仓库里到卖掉，然后再把钱真正收到口袋，这整个流程总共要花几天？你想也知道，这个天数肯定是越短越好吗？再回来看台积电，你看看这个数字，存货平均60天就卖掉了，然后再花44天收到钱，加起来整个生意周期只要104天。哇，在他们这个资本这么密集的行业里，这种效率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代表他们的资金运用能力真的是顶尖中的顶尖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知道台积电有钱，效率又高，但最根本的问题来了，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赚钱？所以第3步，我们就要来检验它赚钱的真本事到底如何。有一个很聪明的方法，就是去看它的毛利率和净利率之间的缝隙。你可以这样想，毛利是你卖掉东西直接赚到的钱，但还没扣掉房租、水电、员工薪水这些。净利呢，才是扣掉所有费用之后，真正进到你口袋的钱。所以这个缝隙越小，就代表公司越省，费用控制的越好。你看台积电这个费用率只有11%，这就证明了它有超强的规模优势跟成本控制能力。
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个魔术数字，也是巴菲特最爱看的指标之一——股东权益报酬率，也就是 ROE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公司拿股东的钱去赚钱的效率有多高。那些真正厉害的、伟大的公司，通常都能长期维持在20% 以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能把小钱滚成超级大钱的秘密之一。OK， 你看，最重要的前3关，台积电都拿了高分，所以说实话，接下来这2项就有点像例行性的健康检查了。我们快速看一下它的财务结构和偿债能力就好。讲到财务结构，说穿了就是看公司的钱是谁出的。你可以想象有一根杠杆。公司的营运到底是靠跟银行借钱撑起来的，还是老板自己掏腰包的钱？这风险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台积电，哇，股东自己就出了80%的钱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了超级大的信心啊，连自家人都敢把身家压进去，这不就告诉你，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一门超级好的生意吗？好，来到最后一项，偿债能力。这问题很直接，就像银行打电话来问你，你欠我的钱还得出来吗？我们要确认的就是，万一啦，所有债主都跑来敲门要钱，公司手上的现金够不够一次还清？好，到这里5项检查就全部完成了。你看是不是很神奇？只要照着这个顺序回答这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就等于帮任何一家公司打造出一个既清楚又专业的财务仪表板了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这张图记在脑子里，这就是投资人的5点检查清单。第一，现金够不够，这是比气长；第2，效率高不高，这是看翻桌率；第3，真的有赚钱吗？这是看真本事。第4，公司是谁在扛？这是看那根棒子。第5，欠的钱还得起吗？这是看还款能力。有了这个，你就能过滤掉市场上90%的杂讯，一眼看穿公司的体质。好了，现在这个超强的分析工具已经交到你手上了，你可以马上用这个框架去看看你手上的股票，或是你一直很感兴趣的公司。重点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学会了怎么问出对的问题，做出更聪明的投资判断。如果喜欢我们分享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